你有沒有見過那種讓人後背發涼的 ENFJ？ 不是那種歇斯底里拍桌子發火的樣子，而是平时那個滿臉帶笑，把所有人都照顧得妥妥帖帖的小太陽，突然眼神發直，語氣冰冷，甚至能用最平靜的声音精準挑出你最痛的軟肋，狠狠扎下去。那種反差會讓你瞬間懷疑，這個人真的是我認識的那個人嗎？但今天我不想先解釋這個現象，我想先問你一個更奇怪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最擅長理解別人的人，反而最容易迷失自己？你想想看， ENFJ 這種人格天生擁有什麼？他們能在人群裡第一時間感知到誰的情緒不對了，誰在逞強，誰需要安慰。他們不需要別人開口，就能自動調整自己的表達方式，讓對話往舒服的方向走。他們甚至能預判一段關係的走向，在事情發生之前就看到可能的結果。這種能力讓 ENFJ 從小就活得比別人聰明，也比別人累。這不是所有 ENFJ 都會走到的狀態，但對很多正處於失衡或壓力中的 ENFJ 來說，他們在照顧所有人的過程中，慢慢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只要大家都好，我就會好。小时候這個邏輯很簡單，大家開心我就開心。長大以後，它變成關係穩定我才安心。再後來，它更進一步，我能夠幫助別人，我才有價值。直到某一天，它變成一個深夜裡突然冒出來的讓人後背發涼的拷問：如果我不再對別人有用，那我究竟是誰？你看，這就是一種很常見的內在邏輯，尤其是在關係受挫或長期付出之後，會逐漸變成 ENFJ 生命裡最隱蔽也最危險的悖論。很多 ENFJ 會逐漸形成一種習慣，從別人眼裡確認自己的位置，這種確認帶來安全感，帶來成就感，帶來我是被需要的踏實感。但問題恰恰在於，如果一個人太習慣從別人那裡確認自己，他什麼時候才有機會確認他自己？今天這篇內容，我想陪你走一遍 ENFJ 從溫暖到迷失到冰封，再到找回自己的完整路徑。如果你是個 ENFJ， 你可能會在裡面看到很多個曾經的自己。如果你身邊有 ENFJ， 你可能終於能明白他那些說不出口的疲憊到底從何而來。在講 ENFJ 為什麼會迷失之前，我們得先理解一個底層的問題：為什麼他們如此需要關係？很多人會把這理解成一種簡單的喜歡熱鬧或者害怕孤單，但真相遠比這個複雜得多。ENFJ 對外感知的天線天生就比別人長，他們能瞬間捕捉到誰在假裝開心，誰在強撐着說沒事兒，誰的情緒正在往下墜。這種覺察力是 FE 外傾情感賦予他們的天賦。但 ENFJ 厲害的地方不只是看見，而是他們會在看見之後，在腦海裡推演一個關於未來的畫面。舉個例子，普通朋友難過，你會安慰他，安慰完就結束了。但 ENFJ 不同，他們在安慰你的那一刻，腦子裡推演的是，你現在遇到了這個問題，按照我對你的理解，你接下来需要什麼，我怎麼樣做能幫你跨過這一段，讓你走到一個更好的位置上去。這種眼光就是他們後排的 NI 內傾直覺在默默運轉。所以你發現沒有， ENFJ 的付出從來不是隨隨便便的付出。他們看一個人不會只看到這個人的現在，他們会看到這個人的可能。他們會不由自主地去想象，如果你能跨過眼前這道坎，你會變成一個多好的人。然後他們會做出一個感性到骨子裡的決定，我相信你会变成那樣，所以我愿意投入。這是一種非常深的信任，也是一種非常重的投資。他們把時間和精力，把情緒和真心壓在了一個關於未來的判斷上，這本沒有錯，這是 ENFJ 最動人的地方。但問題在哪兒呢？問題在於他們把自己的存在價值太深地綁定在這些關係上了。對 ENFJ 來說，維持一段關係的和諧，不只是我想對你好，它更像是一種生存的需要。所以你會發現 ENFJ 常常有一種下意識的習慣，只要場上有人尷尬，他們就會本能地開口解圍；只要群裡有人被冷落，他們就會主動接話；只要身邊有人流露出失望，他們就會下意識地反省，是不是我哪裡做得不夠好。這種行為本身並不是偽裝，它是真的體貼，真的善良。但在這種體貼背後，對很多正處於失衡或壓力中的 ENFJ 來說，藏着一個自己都未必意識到的句式：你們都在，
我才覺得自己存在。所以當一段關係穩定的時候， ENFJ 可以光芒萬丈，可以照顧全世界，因為他們很安心，有人接得住他們。可一旦關係裡的溫度突然降下來，一旦那個他們信任的人開始模糊、冷淡、後退， ENFJ 的第一反應不是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的憤怒，而是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的恐慌。他們會拼命回想、拼命分析、拼命試圖挽回，因為關係的失控在 ENFJ 的潛意識裡等同於存在的坐標正在消失。這裡就是 ENFJ 最容易墮入深淵的入口，因為他們太相信自己對人的理解了，所以他們從來沒有準備好面對那一句你不是我以為的那個人。那是一種什麼感覺？是整個地基突然被抽空的感覺。 ENFJ 對關係的投入從來不是簡簡單單的對人好，他們是帶着期待、帶着相信、帶着對未來的想象去愛的。這本來是一件很动人的事兒，但這個世界最殘忍的地方就在於，它從來不會因為你投入的多，就按照你想象的方向發展。可能是一個你掏心掏肺信任過的人，你無數次幫過他、挺過他，甚至在他最難的時候陪他熬過夜，然後他毫無徵兆的轉身，甚至踩你一腳。也可能是一段你精心維護了很久的關係，你以為你們已經走到了很穩的地方，結果對方輕描淡寫的告訴你，我想了很久，我們還是不合適。又或者沒有背叛，也沒有爭吵，只是某一天你突然發現，你拼命在維持的那段關係，對方早已悄悄退出了。在那一刻， ENFJ 經歷的事情遠遠不止難過。你能不能試着理解一下，那一刻他們心裡被擊碎的是什麼？不是我對他這麼好，他怎麼能這樣對我？這種想法反而簡單，它還能讓人生氣，生氣還是有力氣的。真正讓 ENFJ 徹底蒙住的是那句話，原來我從來沒有真正懂過他。你想想，對一個 ENFJ 來說，我懂你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他不只是听到了你說的話，他會反覆揣摩你没有說出口的那部分，他會記住你在某個瞬間閃過的表情，他會理解你為什麼在某些事情上特別敏感，他甚至會在心裡替你解釋那些你自己都不願意面對的矛盾。這種我懂你是 ENFJ 愛一個人的方式，也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確認自己位置的方式。結果現實告訴你，你理解錯了，你看錯人了，你對未来的所有推演全是你的自作多情。我以前在一個朋友的傾訴裡聽到過一句特別扎心的話，他說，我不是不能接受分手，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自以為那麼了解一個人，最後發現我了解的全是我自己想象出來的樣子。這句話你細品，我不是不能接受分手，說明他承受得了失去。我以為我很了解你，說明他被否定的根本不只是一段感情，他被否定的是他引以為傲的直覺，是那個從小到大幫他避過很多坑，看懂很多人，讓身邊人都覺得你好厲害的 NI 內傾直覺。對 ENFJ 來說，這是他的信仰。可是 NI 從來都不是读心術，當現實反覆碾壓他的預判，當那些他以為他本質是好的人一次次讓他失望，當那些他預測會走向圓滿的關係一次次撞上冰山，當這種狀態持續加深時，你會發現 ENFJ 變了，他不再主動談起未來，他不再輕易說出我相信你，他開始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看人，不是憤怒，而是一種深深的懷疑。那個曾經無條件信任人性的 ENFJ 在心裡默默對自己說了一句話，我再也不相信我的判斷了，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這個時候他的直覺羅盤已經碎了。而一個失去地圖的人接下來會做什麼？他會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這就是 ENFJ 墜入深淵的起點。當 NI 那個內在的羅盤徹底罷工之後， ENFJ 會進入一個非常典型也非常折磨人的狀態。這個狀態用一句話總結，就是他不敢安靜下來，因為安靜下來就會面對一個問題，如果我不再幫助別人，我還有什麼價值？如果我不再被需要，那我到底是誰？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在 NI 破碎之後是空白的，而空白比痛苦更可怕。痛苦至少還證明你活着，空白意味着你根本不存在。所以 ENFJ 本能地開始逃，往哪兒逃？往外逃。這時候他
他們的第3功能 SE 外傾感覺就會被一把扯到前排來頂班。FE 負責捕捉，別人現在要什麼 SE 負責，我現在立刻就去幹。這2個全是向外的功能死死鎖在一起，就像一台油門踩到底，方向盤卻被焊死的跑車。你看到的現象是什麼？這個 ENFJ 突然變得特別忙，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風，明明已經加班到頭昏眼花，看到同事發朋友圈說扛不住了，還要主動私信說需不需要我幫你分擔，周末半夜還在秒回消息，生怕冷落了任何一個人。朋友約飯永遠答好，誰家裡出了事他永遠是第一個趕到的人。身邊所有人都在說你好厲害，你怎麼什麼都能顧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停不下来。因為每一次幫助別人，每一句謝謝你，每一聲還好有你，都會給他帶來一種短暫的踏實感，就像在一片黑暗裡突然有人遞過來一根火柴，光很微弱，但至少看得見。於是它形成了一個循環：不安，幫別人，得到反馈，暫時安心，再次不安，再幫別人。這個循環才是真正的內耗，因為它不是在解決問題，它是在用別人的需要暫時的填補自己的空洞。而且這種狀態有一個特別隱蔽的地方，它看上去太像善良了。別說外人了， ENFJ 自己都會騙自己，我只是想對大家好，我只是比較熱心。直到某一個深夜，他拖着疲憊的身體躺下來，手機終於安靜了，消息終於不再彈了，那種懸空的窒息感會瞬間湧上來。他會突然發現白天那些有價值的感覺全都是借來的，全部建立在別人對他的一句反馈上面。在那個瞬間，對他來說，別人說你真好，他才暫時感到自己有價值，別人說謝謝，他才被看見。別人不理他，那種我存在的感覺就會迅速變淡。這就是 ENFJ 在這一部分裡最需要看見的真相。在很多時候，這種停不下來的幫助其實也夾雜着一種隱秘的求救。它看起來像純粹的善良，但底層常常還背負着一個沒有說出口的請求。請你看我一眼，請你說我需要你，請你告訴我我還有存在的理由。但問題是，這種向外求的東西就像往漏水的杯子裡倒水，你再怎麼拼命，水位永遠是空的。而當一個人終於發現自己不停地倒，杯子永遠接不住的時候，他會做出一個讓所有人震驚的決定，不是停下來，而是把杯子直接摔了。既然我這樣做還是留不住任何人，那我誰都不需要了。這就是 TI Grip 那個冰封的 ENFJ 終於要登場了。它是這篇解讀裡最冷的一段。杯子碎了，周圍安靜得不像話，沒有爭吵，沒有眼淚，甚至沒有一絲情緒波動，只有一片冷。他對別人好，並沒有換來他想要的回應。他幫助了那麼多人，最後自己出事兒的時候，手機通訊錄翻了一圈，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以撥出去的號碼。那一刻，這個 ENFJ 心裡會發生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不是崩潰，不是大哭，不是發瘋，那些反而是還活着的樣子。真正可怕的是，他突然安靜下來了，非常非常安靜，安靜到你会覺得那個曾經眼裡有光，心裡有火，永遠在操心所有人的 ENFJ 好像在一夜之間死掉了。站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溫度極低的空殼。这就是我們要說的 TI Grip 第4功能的內傾思考全面淪陷。很多人分不清 FE 和 SE 循環與 TI Grip 的區別，它們有一個明顯的分水嶺。FESE 循環是往外狂奔，是躁動的、混亂的、停不下來的。而 TI Grip 是把所有向外的門全部焊死，退回大腦深處，用最冷酷的邏輯解剖全世界。這個階段最經典的台詞，你聽聽看：人類之間根本沒有真感情，我以前做那些事全是犯蠢，所有人靠近你都是因為你有利用價值，我再也不會對任何人好了。你說這些是氣話嗎？不是。因為說這些話的時候， ENFJ 的表情是平靜的，甚至是帶着一絲笑意的。他不再討好，不再解釋，不再迎合。對正處於這個階段的人來說，他變得極其理性，理性到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一點人情味。他甚至開始用一種解剖師的目光看人，嘴裡說出的每一句話都精準狠辣，專門挑你最痛的地方扎。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種狀態往往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期付出落空後的自我保護。他的內心發生了這樣一個極端反轉，以前是
我必須被需要，否則我沒有價值。現在是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人，這樣就不會有人能傷害我。你仔細看這兩個狀態，一個極度討好，一個極度冷酷，看起來是完全相反的對立面，但他們骨子裡是同一個東西，都在逃避一個問題：我到底是誰？討好的時候，他用別人的反饋定義自己，你說我好，我才好。冷酷的時候，他用否定一切來保護自己，我不要了，所以我不再受傷。你看出來了吗？那個把全世界推開的 ENFJ 並不是不愛了，他是太怕了，他怕再相信一次，再被否定了，所以他乾脆搶在所有人離開之前，先離開所有人。當一個 ENFJ 走到這一步，身邊人的反應通常是疏遠他，因為他們覺得這個人變了，變得冷漠、傲慢，難以相處。但我想替那個冰封的 ENFJ 說一句，那個說我誰都不需要的人，心裡其實還在哭着問一個問題：如果我不再是那個照顧別人的人，你還會不會願意留在我身邊？這就是 ENFJ 最深的悲劇，他的求救信號永遠用推開你來發出，而推得太用力，真的會把所有人都推走。那麼走到這一步的 ENFJ 還能真正走出來嗎？能，但要走出來，他必須先看見一件他一直在逃避的事情。那句話我想留到最後一部分，當着你面說出來。走到這裡的 ENFJ 身上帶着很重的舊傷，這世界最暖的一面他見過，因為他把光都給了別人；這世界最冷的一面他也見過，因為他把自己按進冰窖裡，很久都沒出來。到這裡我們別再繞着彎說話了，我不打算給你列自救清單，也不打算教你安排周末管理精力，因為真正走到這一步的 ENFJ 缺的從來不是方法，他缺的是一個答案。我們要直接回答那個從第一章就埋下的問題：一個太習慣從別人眼裡確認自己的人，什麼時候才有機會確認自己？答案是，當他終於願意放下必須有用這個執念的時候。聽起來很難，對吧？聽我拆開說， ENFJ 這一生都在逃避一個感覺，沒有用的感覺，不被需要的感覺，不被人當回事兒的感覺。為了不面對它，他用幫助別人來證明自己有用，用被依賴來證明自己有價值，用維持關係和諧來證明自己被愛着，用冷酷推開一切來證明自己不需要愛。但這一章，我想請每一個 ENFJ 安靜下來，試着平靜地對自己說這段話：我不需要幫助所有人，也不需要留住每一個想走的人。我看錯過人，也做錯過決定，但我不幫助別人的時候，我不會因此失去存在的資格。我不被需要的時候，我依然可以只是在這裡。說出這段話會很不習慣，因為對 ENFJ 來說，他和你從小到大相信的那套生存邏輯完全相反。但是請你相信，穿過這個不習慣，你會到達一個你從小到大都沒有到過的地方，那個地方叫自由。你想象一下，當你不再需要用对別人有用來證明自己活着，你會把精力花在哪裡？那個你一直想學但覺得沒時間的技能，你以為你放棄它是為了幫助別人，但其實是因為你不敢把時間花在自己身上。因為如果專注了自己，你就聽不到外界的反饋，你就得獨自面对那个可能沒有價值的自己。可如果你試過一次呢，把手機調到靜音，退出每一個聊得火熱但讓你精疲力盡的群，推掉每場可去可不去的聚會，在周日下午不聯繫任何人，不看任何人的動態，就做一件只為你自己存在的事，讀一本書，寫一段日記，去一條沒走過的路上走2小時，不拍照，不發朋友圈，不向任何人匯報。我告訴你，剛開始你會恐慌，因為在絕對安靜裡，那個我不存在的念頭會冒出來。但你要學會對自己說一句話：我不需要是你需要的任何人，我只需要是我自己。這句話就是 ENFJ 重建羅盤的第一塊基石。它不是 NI 的復活，不是那種我要看透你、預判你、為你規劃未來的直覺模式，而是一種全新的、真正屬於 ENFJ 的力量。我開始關心我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想往哪裡走。你會發現，當你不再用別人證明自己，你做的好事才是真的好事。因為那時候你不會在付出之後偷偷等着對方的一句謝謝你來餵養自己。你幫人就是單純的看見他有難處，你順手扶了一把，他不謝你，你也不心寒，他忘了你，你也不覺得被背叛。
你也不會再對一段關係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不再預判我們會走到結婚，他會一直對我好。你會學習像普通人那樣去愛，今天在一起就好好享受今天，明天如果分開了，我會難過很久，但我不會碎掉。這是 ENFJ 真正的成熟時刻，你可以依然溫柔睿智，依然能看透人心，依然願意托舉身邊的人，但你不再是被別人的一句話牽着走的影子，你不再需要通過照顧所有人來回避照顧自己。最後，把這期節目最核心的那句話送給每一個還在路上的 ENFJ： 你從來不是不會關心別人，你只是還沒學會在不依賴任何人確認的情況下，也能好好待自己。從今天起，試着把那個拼命向外看的方向調回來看自己一眼，不用太久，每天一點點。那個真正的、自由的、終於開始為自己而活的 ENFJ 會回來的。這裡是貝貝思維超進化 Max， 一個陪你探索內心、讀懂世界的地方。我們下期再見，拜拜啦！